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用包菜和鸡蛋分享一道不一样的家常做法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，包菜鲜嫩脆爽，营养也不流失，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颗新鲜的包菜，在挑选包菜时，我会往这里拍，尽量要蓬松，里面是空空的感觉，这样的才好吃。包菜外面有这个绿叶的，很多人会问这包菜外面绿叶到底要不要放下去炒。小颖觉得，如果你是要煮汤面，熬汤没关系，炒菜都可以放，但量不要多。这一个部位它的甜度比较不够，容易涩，容易苦，对口感也不好，所以我的习惯把它剥掉。把它放入盆中，用流动水把它清洗一下。洗干净后，控水捞出，然后把它放在案板上，把它对半切开。中间的菜梗可以切掉不要，它的口感不好。接下来用手把包菜撕成小块，手撕下来的包菜形状不规则，比刀切的更好吃，这就是为什么叫手撕包菜的由来。把所有的叶子都撕成这样的小块，撕好后，把它放入盆中，往里面加入半勺的食盐，再加入1勺白糖。用食盐和白糖将包菜里面的水分腌制出来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就不出水了。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放一旁腌制备用。再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先把叶子摘掉不要，把它对半切开，然后把西红柿的硬心切掉不要。把它切成小块，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大蒜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末。蒜末更能够释放出它的香味，也不需要切得太碎，稍微有一点颗粒感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小块的生姜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然后切成末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3个树上摘的鸡蛋，把它打入碗中，加半勺的食盐，再加半勺的胡椒粉，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。加食盐可以增加底味，加胡椒粉可以有效的去腥。搅拌均匀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下面我们来调个料汁，加入1勺生抽，1勺陈醋，半勺鸡精，加半勺玉米淀粉，然后加小半碗的清水。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调料都化开。我们提前调个料汁，可以节省炒菜的时间。搅拌均匀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身材苗条的青瓜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现在我们的包菜已经腌制好了，看看包菜里面出了很多水分，往里面倒入清水，
把包菜上面的盐分简单的清洗一下，然后控水捞出，把包菜表面的水分拽干，挤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把鸡蛋倒进锅中，然后开大火把鸡蛋煎香。为了让鸡蛋的捣碎，用筷子快速把它搅散，把它搅拌成小块，继续给它煎香，把鸡蛋煎成这样的就可以了。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我们把姜蒜末放入锅中，开大火快速的翻炒一下，炒出蒜香味。炒香以后，我们把西红柿也加进来，快速的将西红柿炒出汁水。西红柿一定要炒出汁水，要多炒一会，把它炒出汁。炒好之后，把包菜也加进来，包菜放进来之后，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包菜炒熟炒香，把所有的包菜融合到西红柿里面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非常的香，而且吃起来也不油腻，酸甜可口，也非常的入味。这样做出来，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。包菜炒熟之后，接着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加进来，料汁下锅之后继续翻炒，让包菜吸收料汁的香味。最后再把鸡蛋加进来，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。鸡蛋我们提前加了一点盐，已经有味道了，不要炒得太久，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。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包菜不会出水，也不会发黄。出锅，把它放入盘中，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包菜炒鸡蛋就做好了。这样炒出来的包菜和鸡蛋真的是太香了，包菜鲜嫩翠绿，西红柿多汁，鸡蛋也很香。这样做出来的包菜一点都不油腻，吃起来也非常的鲜嫩。里面放了西红柿，让包菜更加的入味，主要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